当叶枫到达李家，他发现李家的气氛异常沉重，李家外围似乎被一团浓浓的黑气所笼罩。进门后，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位年轻的医生在讨论着什么。男子身着传统的中医长袍，他的目光透着几分深邃，这便是著名的中医圣手吴法。而旁边的年轻医生一脸严肃，看来他就是西医能手吴天，手里拿着一些现代医学检测的仪器。李家孙女慌张地介绍着，她脸色苍白，声音带着担忧：“叶先生，这是我们请来的吴法和吴天，他们都试图治疗祖父的病情，但似乎病因并非常人所能理解。”吴法上前，先是审视了李老，然后对孙女说：“我已经查看了李老的身体状况，非常怪异。”吴天则表示：“我使用了现代医疗设备进行检查，李老的身体状况看似被一种未知的能量影响，西医角度同样无解。”但是无法拿出了他们两人的师傅所传的丹药还魂丹，说道：“虽然我们俩无法医治李老，但是我师傅所留下的丹药却能够医治这世上所有的病痛，只要服下这丹药，李老马上就会没事的。”此时叶枫突然出声制止：“如果服下这个丹药，李老的命恐怕就没了。”此时李清，李家的长孙，正和他的新女友丽丽走进了房间。丽丽靠在李清的怀里，嘲笑道：“看看你们，竟然让一个送外卖的来治病，太可笑了。”李清挑了挑眉，一脸不屑：“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这叶枫之前在拍卖会上不过只是走了狗屎运罢了，这次赶来撒野，简直是自不量力。”丽丽语带讥讽地说：“别说了，看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能有什么用？”李清放声大笑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他应该是来这儿送死的，我就想看看他到底能搞出什么花样。他以为真的能治好我爷爷的病吗？叶枫的目光在李清与丽丽的身上扫了一圈，然后安静地看向身穿长袍的吴法，然后又转向正在检测设备的吴天，还有李家孙女李梦雪，脸焦急却又充满疑心的样子。叶枫缓缓地说：“我之所以阻止你们，是因为我能感觉到还魂丹中蕴含的力量虽强，但对李老这样体弱多病的人来说，恐怕太过剧烈，很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。”他的话语并没有立刻打动在场的人，尤其是吴法和吴天，他们亦是经过多年的医道沉淀，他们的医术深不可测，但他们看待叶枫的目光仍然带着几分犹疑与不屑。吴法抿了抿唇，不禁道：“叶先生，我知道你在江城中有些名气，但医术这道是需要深厚积累的，不是一时之功能够理解的。”吴天也附和道：“对，我们都深入研究过此病。老实说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哪怕我会怀疑还魂丹的效力，但是此丹确实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救人一命哪能轻言放弃？”正当众人议论纷纷，准备强行对李老使用还魂丹的时候，叶枫却对李梦雪说：“如果你相信他们硬要让李老服下还魂丹，那么后果你们自己负责。”李清听到这里，对着叶枫说道：“两位医学前辈在这里，哪有你这毛头小子讲话的份？快给我滚出去！”“好，我走，你们待会就不要回来请我治病，到时候想请我回来，可没那么容易。”话一说完，叶枫扭头就走。就在叶枫转身准备离开李家的那一刻，李老的病情加重，突然吐血又昏迷了过去。而在一旁的吴法和吴天还未放弃他们的计划。吴法从怀中拿出还魂丹，这丹药乃是我的师傅集天地之精华所制，李老服下足以逆转乾坤。李兴和丽丽依旧持着讥讽的态度。李兴冷笑道：“哼，看吧，这位外卖大能最终还是不会做任何好事的，一切还得我们来解决。”丽丽则更加讽刺：“在这种时候还用不着大话，我们看事实说话，等着瞧吧。”李梦雪突然抓住了叶枫的手臂：“叶先生，请你留下，我相信你。爷爷的情况这么奇怪，按常理无法解释，也许你真的有办法。”叶枫淡淡的说道：“你们就去相信你们所谓的医术大家吧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李家。此时吴天已经迅速地把还魂丹为李老服下。过了1分钟之后，李老的脸色似乎有所好转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他的身上，
李家的每一个人都悬着的心似乎暂时放下了一半。吴天宇无法相视一笑，似乎在肯定对方的决定。看吧，我说过的，还魂丹是有奇效的。无法得意地宣布。李青与丽丽更是得意地看了一眼叶枫刚刚离开的方向，就知道没他什么事。我们家自有解决的办法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过了仅仅3分钟，李老脸色骤变，突然大口吐血，随后又陷入了更深的昏迷之中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李家的气氛再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。李梦雪惊恐万分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好转了吗？吴天急忙上前检查，脸色沉了下来。还魂丹的力量太过强大，李老本身虚弱，抵抗不住。吴法也露出了无奈的表情，他轻声叹息，看来我还是失算了。还魂丹的确是万能，但也要考虑到服用者的承受能力。这时李梦雪突然想起了叶枫之前的警告，他急忙对着家人说，我们必须去找叶先生回来，只有他才可能有解决的办法。李家人此时也意识到他们可能错失了唯一的机会。几位年轻的家族成员迅速出门，沿着叶枫离开的方向寻找去了。而不久之前离开的叶枫，他走出李家没几步就感觉不对劲，内心始终牵挂着李老的安全。见到追出来的人时，他了然于心，怎么，李老的病情好转了？来找我算账来了吗？年轻成员急忙解释，叶先生，请您回去看看。还魂丹虽然暂时让李老恢复了意识，但不久后他病情又加重，现在更是出现了生命危险的情况。叶枫的眉头紧锁，他没有多说，转身便与李家的年轻成员一起快步返回李家。回到李家，叶枫直奔李老的卧室。叶枫的脸色凝重，他看了眼躺在床上苍白无力、气息越发微弱的李老，又看了看焦急的李家人。然而他并没有立即开始治疗，而是转身对李青说，要我救治，就要你先对之前的态度和言辞道歉。李青咬紧了牙关，他看向身边的丽丽，再看向焦急期待的李梦雪，心中挣扎。他狠狠地盯着叶枫，但最终他知道必须得下个决定。好，如果你能救我爷爷的命，李青颤声说着，最终停顿了一下，深呼吸一口气，他屈膝跪了下来，头也不抬。对不起，我之前对你的不敬，请您见谅。李梦雪轻轻抚了抚李青的背，尽管她明白他的自尊有多高昂，但此刻她更加担心李老的安危。而丽丽此刻的表情错综复杂，她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看到李青如此卑下。叶枫见状点了点头，他淡淡的说，既然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我就不再追究，看在梦雪的面子上，我就救救李老爷子吧。李梦雪说道，请您尽快救治我爷爷，无论需要什么条件，我们李家都会尽力满足。叶枫迅速地检查起李老的状况，通过细致的观察和透视神眼的辅助，叶枫发现还魂丹的药力虽然强大，但其强烈的药效反而加剧了李老的体内失衡，让本就虚弱的身体无法承受。叶枫立即用内力为李老调理损伤的气血和修复受损的脏腑。在他专注治疗的同时，李家的每一个人都在旁边静静的观察，包括以前对他评价不高的李青和丽丽。李梦雪则是一直在叶枫的身边，不时地递上一些需要的东西，眼神中满是信任和尊敬。经过叶枫一番努力，李老的脸色逐渐恢复了正常。当李老再次缓缓睁开眼睛，这一次他的意识显得更加清醒，不再像之前那样虚弱不堪。李老缓缓地握住了吴天的手，谢谢你吴大师，感谢你救了我的命。而吴大师却是满脸的愧疚。李梦雪上前抚摸着爷爷的手，放心的泪水从眼中不禁流出，然后他转向叶枫，他的眼睛充满了感激与愧疚。叶先生才是真正救了爷爷的人，您的医术，您的慈悲心肠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什么？叶小友才是救我的人？他转向叶枫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叶先生，原来是你救了我，3天前还对你无礼冒犯，想不到你的抱怨人心人术，反而不计前嫌的救我这个老头子，我确实欠你一个大人情。叶枫轻轻摆了摆手，友好的说道，
李老，你能康复是最好的结果，此事无需太过挂心。无法听了李梦雪的话以及李老的感激，脸色稍显尴尬，低声回应道：李老，这次的确是叶先生的功劳更大。我的还魂丹虽然有一定的效用，但没有叶先生的调理，只怕难以完全扭转局面。吴天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。在一旁静静听着的李青和丽丽，此刻也表现出了思考的神情。李青清了清嗓子，对叶枫说：叶先生，刚才的所作所为，我有目共睹。我之前的种种轻视，确实是我的狭隘，我在这里向你道歉。丽丽则是对叶枫说道：你有这本事，为什么藏得那么深？5年来，你都是在对我隐瞒吗？我还是不相信你个臭送外卖的有什么通天本事，一定是刚刚的还魂丹的作用，你只是捡了吴大师的漏而已。丽丽还是不愿相信叶枫的能力，因为他们相处了5年了，她太了解叶枫了，个性软弱无能，又是个穷小子，不可能是自己打了眼的。叶枫并未对丽丽的言辞表现出太多的情绪变化，他轻轻一笑，那是对于曾经共度时光的人的深沉理解与宽容。他知道无论如何解释，对于坚持成见的人来说都是徒劳的。他平静地对丽丽说：丽丽，5年来你看到的只是我一直以来选择展现的一面，每个人都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也许我过去并不愿意或没有必要在你面前展露。丽丽盯着叶枫，想要从他的表情中寻找出一丝撒谎的痕迹，但是却没有，无法与吴天此时表现得更为谦卑，内心对叶枫的敬畏更甚。无法轻声说道：丽丽，我和吴天尽管在医学界有所成就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医术已经达到了极致。医学无边，我们仍需不断学习。叶先生的手段或许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寻常，但正是他的不同寻常让李老得以康复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李青此时心态已有所改变，他对丽丽说：或许我们对于叶先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，我们应该重新评价叶先生。叶枫静静地看着李老的床边，他心中有所感应，缓缓地走近，伸出手指向了李老身上佩戴的玉佩，言简意赅地说：这玉佩中蕴含着浓重的煞气，恐怕正是加剧了李老病情的原因。李家人闻言纷纷围了上来。李梦雪着急地询问：这玉佩是去年陈家送的礼物，他们是我们的远亲，怎么会？叶枫微微皱眉，继续说：我能感觉到这并非单纯的玉佩，它可能和一些我不愿多提的事物有关，而且我感到这里的氛围之所以如此不安，可能还有其他邪物存在，他们以李老的床为中心，形成了一种阵法。听到叶枫的解释，所有人都是一片哗然。李青立即反应过来，眼神中充满了担忧。阵法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叶先生，只能暂时先把李老身上的玉佩销毁丢弃，让李老的身体病情不会再加重。叶枫环顾四周，沉思片刻后说：需要找到其他3种邪物，才能打破这恶性循环，我们必须尽快行动。李家的人立即开始按照叶枫的指示搜索起来。不久，李家成员便找到了其他3件物品：一只被放在书架上的木雕，一幅挂在墙上的古画，还有放在书桌上的香炉。叶枫检查后确认，这些物品正是形成阵法的关键。李梦雪着急地询问：这些礼物也都是陈家送的，还指定要放在那3个地方，说这样可以形成好的磁场，让李家的家运更上一层楼。到底陈家安的是什么心？这些年要不是我们李家的帮助，他们怎能成为江城的第2大世家？叶枫对李家人说：这个阵法由于太过邪恶，以我目前的道行还无法破解，我必须立马去寻求解开阵法的法子。在叶枫的解释下，李家人逐渐理解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李青的拳头紧握，愤怒的情绪在他的眼中愈发明显。我们李家对陈家一直以来不薄，他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们，这简直无法原谅。李梦雪也颇为激动，我怎么也没想到陈家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那些看似珍贵的礼物，原来隐藏着这么黑暗的阴谋。无法说道，这种邪恶的阵法，不光是对受害者身体的伤害，更是对受害者家族气运的破坏，实在是阴损至极。武天则更为关注叶枫所提出的解决方案。叶先生，你有什么计划？叶枫看了看在场的每个人，
他的神情变得更加严肃。我需要前去找一位老友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比我更深，或许能有办法解开这邪恶的阵法。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希望大家保持警惕，不要轻易触碰这些物品。李青立刻表示支持。叶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会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做，同时保护好爷爷和家里的安全。李梦雪则是忧心忡忡。叶先生，请一定要小心，这件事情牵扯到陈家，他们虽不及李家，但也是江城的大世家，手段恐怕不会简单。叶枫点了点头，我明白，谢谢你的提醒。李梦雪，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我会尽快返回的。说罢，叶枫转身离开了李家。